在11月19号这个时间点，蓝白无共识。不要紧张啦，统计数字上看起来都是柯赢很多。基本大家都知道，这叫平手，这叫平手。我想了解民众党的心，看看有没有人能说服我投柯文哲。你认为我为什么要投你？所以你不是支持柯文哲的？我中立的。台湾现在就像是一个在加护病房的病人，从里到外应该都生病了。应该这次的2024最重要的议题可能是两岸嘛，对不对？你对这个他的经营会有信心吗？当然啊，因为毕竟我们本来就不是分开的两个地方，我们就像南北韩一样嘛，我们是因为当初在打仗才不得已分成两个地方。我爸爸是浙江杭州人，所以我等于是外省第二代。先不管你是不是有什么国家认同，或者是你到底是属地主义还是什么属人主义，为什么要去分？你是住在海对面的中国人，还是住在海另外一侧的台湾中国人？我们本来就要和平共处啊！是不是你希望和平统一，可是维持民主？我觉得没有什么和不和平统一，他不是说一个总统4年8年就可以解决问题，要怎么跟对面合作，一定是要2300万人用多数决吗？你们支持柯文哲吗？支持。谁要说服我？台东的朱委。诸位好，现在柯文哲变负的，你还是会支持蓝白吗？我还是会支持的，因为最主要是要让民进党下架。那你会心甘情愿让3%、6%，还是有一点不爽？不爽是会不爽啊，但是为了下架民进党这一口气稍微忍一下。现在最重要的议题应该是两岸嘛，对不对？对啊，3个总统候选人都有去美国访问，赖的他不讲大陆的问题，侯的是讲两岸那个9·2共识。柯讲一句话，我听得很舒服很爽。我们是战时分裂中的国家，这句话很重要哦。如果要独立还是统一，就交给下一代。为什么现在要解决呢？他做得很好，台北市做很多，而且理念符合台湾人的期待。谢谢。最后变负的，你还是会支持蓝白吗？还是会支持侯友宜，至少是会支持柯文哲，说服我投柯文哲啊。就最理性务实的啊，理性务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搞意识形态啦，然后好好把事情解释清楚，然后拿道理、拿数据来说服我们。最近的蓝白合让3%或6%，你会心甘情愿的支持侯吗？基本上侯是正的话，就是不投票，就这么简单。那如果是负的怎么办？就是先以民众党的考量好了，先以上面高层决定为主，因为毕竟我一直是自贡，一定要柯侯配才要。对。那如果柯是负的，你还会投蓝白吗？不会。那你是柯 P 的粉丝吗？已经不算了，但我支持他们的团队，因为前几天的事情啦。接受3%的这个条件吗？对，让3%条件，这样是有一点背叛他的团队跟他的支持者。所以现在如果是侯柯配，你就不投，还是你会？都不会投。柯文哲要我们怎么做，我愿意支持。就是看他怎么说了。对，简单来讲是这样。他会怎么处理两岸关系？大陆就是说，没有什么9·2共识就不谈，但是其实我是觉得题目结稳得啦，其实是可以谈的。我们现在的人是，你问他什么，他就回答西。回答东，可是他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可是你只要一问他问题，他都有办法很具体的回答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选总统，就一定要选这种人。他就是做经济舱啊，然后他就是觉得说这不是我的钱，我不应该去占这个便宜。对于两岸关系，不要把人家搞得很不爽来攻击我们。我觉得他是很理性的去中间去想说我们应该要怎么维护这个关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一直在制造对立。他绝对有这个智慧，让两岸和平相处，沟通是最重要的。不要有战争，就一定要有沟通。等一下，好想采访柯妈哦。我是来突击这个现场的。哦，你也是？我是来闹场的。OK， 那你要投谁？我吗？我不能讲，因为我是做政治频道的。他全部我都很喜欢。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他的真诚。他说真话啊。你支持柯文哲吗 ？Yeah, I support change. You're a Taiwanese citizen? No, unfortunately, I'm not. So you can't vote? No, I can't vote. Maybe he can make that different thing. I've been here 21 years and I don't have a right to vote. You know, he's a doctor, right? He's a scientist. You know, like he said, you got to fix the wound no matter what. How do you think柯文哲will handl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I come from Canada, with America being our neighbor. It's like when you're a mouse sleeping next to an elephant, when they move, it's hard not to react. We need a country leader who can communicate. Yeah. Keep promise.
柯文哲的 promise 是什么？对的事情做，不对的事情不要做，认真做。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招牌吗？除了我们柯粉以外，韩家军跟韩粉们也在家里面帮我们柯文哲守电话。8年前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关注四大运啊，他的老人共餐啊，很多他的政绩都做到，其他县市都在抄袭他的政绩。他对于两岸，对于两岸就是我们要在中美两个夹缝之间求生存。他默默的在台北市战备警跟战备水警，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这些市民有地方躲。我很喜欢他的理念，对。那他的理念会不会变来变去啊？之前很讨厌国民党啊，他现在又蓝白合。我觉得他的主轴理念是不会变的，就为了国家好，为了社会好是不会变的。但是有时候会因为一些他可能会做一些修正。因为他不可能永远都维持一样，但我相信他的主轴理念是一致的，就是很崩溃的痛哭一样，他就是为了要为台湾好，所以他才能够接受退让这一步。什么是绿电蟑螂？政府这几年大力的推动能源转型，高达2兆元，这背后的利益水很深。创的公司都是一些新潮流派系的人在里面当大官。分大钱，那个球就像国家一样啊，人民都有机会去接触。你觉得你现在讲话，政府会听吗？贪腐真的太严重了，民生必须最重要的那一块，疫苗、鸡蛋，他的理念是人民才是这一块土地的主人，他愿意倾听所有多元的声音，而不是一党独大。现在的政府就是一党独大，然后我讲话，我可能明天就被查水表，这比以前国民党还要可怕。那你支持蓝白合？我尊重主席啦，主席有他的看法，他把国家人民比他的政党利益更重要。毕竟民进党他们的党意还是抗中保台啊，你不要否认嘛，你们30几年的创党理念就是台独嘛，那你台独就是在激起对岸国家想要打你的欲望啊。不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都发生了，你觉得台湾真的不可能会发生战争吗？身为一个爸爸，如果未来的总统是绿党的话，台湾会变怎么样？有可能让台海的局势更紧张，有可能为孩子们带来不必要的战争的风险。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支持柯文哲吗？为什么？他的效率啊，像忠孝桥引道一个过年就拆掉了，我相信这是旧政党比较做不到的。两岸的关系，我个人是觉得历史上我们都知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了。那现在我个人是觉得，当然不要触怒对岸嘛，因为其实说真的，台湾的经济还是要靠大陆非常多，这是骗不了人的，而不是像某些政党在那边喊了说，什么抗中保台，喊得很自嗨自爽，我觉得，对啊，这是不切实际。不要统一啊，可是也不要说没有交流了。我们在直播方面访问你吗？我可以访问你吗？等我一下，为什么今天会来？我其实在拍一个节目啊，叫说服我，每一个党都会去啊。所以每一个人都用一个理由来说服你，这样。一个理由，然后跟他们聊天。像我等一下也想跟你聊天。好，对，没问题。你可以说服我投柯文哲吗？我在这个团队从2017年加入到现在，对我而言，他台上跟台下讲的话都是一模一样。像他从来不迟到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很小的事。可是如果连这样子的小事都做不好，你怎么帮国家成就大事？那现在蓝白合还支持吗？而且让3%，这个是我刚刚已经采访到一个人，觉得对他失望了。6个民调攀出来，如果不看让3%或让6%的话，大家应该很明显看得出来到底是谁赢。所以我觉得国民党面对真相就好。如果现在柯就是负的，你还是会支持蓝白吗？我还是支持柯文哲当总统候选人。民进党贪污太厉害，柯文哲也说他上任后会把所有的标案全部公开透明。民进党也是一个没有钱的政党啊，对，就是如此的无私的政党，是真心想要为国家做出改变。阿伯讲干话蛮有趣的，我就讲一个2016的经典金句啊，垃圾不分蓝绿。那但是他说的也是事实。那因为我以前投票，对不对？是跟着家里面在投票，然后可是长大之后，对，会发现自己去观察，然后发现候选人他说的话跟他做的是完全不一样。在以前是投的是民进党。黄国昌，不好意思，你可以说服我投柯文哲吗？在这里吗？对啊。所以你不是支持柯文哲的？我中立的。你如果中立，你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民进党也参加。真的吗？对啊。所以你是双重党籍 ？OK， 没有啊，无党。
真的吗？对啊。 OK。2008年到2016年，对，台湾人民给中国国民党全面执政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滥用跟傲慢。那个时候，台湾人民把改革的希望都交到了民主进步党身上，但是过去这7年多，民进党所出现的状况跟当初的中国国民党一模一样，一样是权力的滥用，一样是承诺的跳票。我觉得台湾社会过去在两党的极端政治下面，我们即使立场不一样，你有认识你民进党的朋友，你也有认识现场民众党的朋友，你会觉得他们有那么不同吗？如果他们没有那么不同的话，为什么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要用政党之间的对立，不断的在撕裂台湾，在分裂台湾？我觉得柯文哲这一次说服我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是，这个社会我们可以相信用人为才，这个社会我们可以相信不分党派。台湾需要一个可以团结大家、可以凝聚大家的联合政府。我们可以为了台湾共同的未来，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而一起携手努力。这也是为什么把国家还给你这句口号真的可以打动我。如果他是负的，你还会选蓝白吗？就我的了解，我前2天能够不忧虑吗？我发一封讯息给柯主席。我们合作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忧心的。只要那个目标没有改变，你告诉我你的决定，我会陪你一直走下去。对，大概只是钻石那种铁吧。钱如果交给他，他能不能够让我非常安心？公开、透明、合理的运用，而且不会贪污，而且它非常廉洁。那这个部分的话，在他过去8年已经完全的就是得到了验证。他在5年的时候就还了570亿，有任何的微小的错误都会被电子显微镜那一般的放大跟检视跟找茬的状况下，你有听到任何一个弊案、任何一个贪污吗？一个都没有。但是某个颜色的政党，草地颜色的政党，滥用我们的血汗钱，大家认真工作的血汗钱。我哭了呀！你有见过1000亿长什么样子吗？多少钱我都不知道，你还不让我知道，你还跟我说我30年之后才可以知道。我们的阿伯，我们的柯 P， 在最近这一次这个蓝白合，他就想到说他真的很怕台湾战争，所以他就是差点做了一个让我们全部柯粉都觉得不行，你不能这样子的决定。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他只是说他真的很怕台湾战争这样子。对，那当然我们还是支持他，就是当政的，因为他唯有他当政，他才有办法翻转台湾，而且他真的无私，我是很认真的检验过他，而且当他的志工没有钱，我们还要自己倒贴交通费。阿北来了吗？对，阿北来了。我会继续用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拼战到底。我看他不可能当副的。It's the one and only.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啊？现在对啊，到底有没有蓝白合这件事？目前我听，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没有，就没有蓝白了。目前没有协商清楚这样。对。我也觉得这样。对，说服我这个系列的影片是为了了解不同的观点，探索台湾多元的声音。我们今天开箱了柯文哲的支持者，那请大家期待赖清德的影片。一个流氓来到你家要打你的，你跪下去说我们和平，可能吗？你要爱国，别人才会想到你都爱国，我嘛给你帮忙。我宁愿我来牺牲，我去拿那个地雷。我会上战场。就算政党不一样，观点多么分裂，台湾人一定有的共识就是，因为我们爱台湾呐。谢谢台客干爹、龙腾生命礼仪、Eric Kwok、败家教练、豆布、李英杰，还有 Etalin， 谢谢你们让我们分享不同的声音，守护台湾的自由言论。不管你未来投哪个政治人物，谢谢你在乎台湾。那我们就下周见。